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雷菲。今天想要分享一下，如果你也是一个懒人且拖延症严重，要如何完成自己的旅行手账。懒惰却有手账需求，主要是因为记忆有点差，去了台湾2次，但爸妈问到在台湾吃了什么，只记得卤肉饭。朋友想获取经验，问我搭飞机的流程，我只能回答应该是这样吧，仿佛没搭过飞机。以前也尝试做过手账，但看太多美丽的手账，自己做的越写越丑，就没动力做下去了。而且当初不知道为什么先贴了照片后写字，所以就很多空洞。我记录了什么？我记录了空气，还有很贵的咖啡，还有唯一记到现在济州岛烤黑猪肉，美味至极。好，回到台湾的手账，我先把喜欢的照片或者能连成一个时间线的照片印出来。照片的大小可以根据自己手账的大小来调整。我以前印太大张，结果一面只能贴2张，我自己是觉得有点浪费，我更喜欢一面可以贴多一些。第一面呢，就放地点啊、飞机票之类的，因为下面还有位置，我就贴了2张拍得好看的风景照。这个时候还不用涂江湖在后面，只是用来排版而已。最后贴的时候，我换了一下排版，结果我灵机一动，丑爆了，我的天！拿了一张小张的牛皮纸，直接覆盖，就一点是一点。第二面，因为从这个鱼丸店拿了这个菜单，亮黄色的，很漂亮，就剪了。这些字呢，也要剪。留了一些位置，写一些东西，比如好不好吃啊，搭什么巴士之类的。写的都是一些小事情，但1年后可能就不记得了，读起来就很有意思。至少下次介绍台湾美食，有鱼丸面汤，有卤猪蹄，更多选择了。拿菜单真的很绝，还能直接看菜名和价钱。拍了地铁的路线图，可以标记一下路线。再一次写一下咖啡的价钱呢？路边的胡椒饼和烤地瓜好吃吗？或者姚河夜市吃了什么？在夜市吃到最好吃的是富州市组的胡椒饼，排队超长，但效率很高。过后就一直重复剪和贴，所以就放完整的吧。第2天要去故宫，用彩色笔画了个分隔线，这里交通方便也清晰。这个贴纸是我自己画的，当初有想要卖商品，但不太有信心，所以最后留给自己用了。故宫的明星也拍了，超多人。士林夜市也去了，吃了大包包小肠，我吃的不是内脏的，非常好吃。去士林夜市之前，有去淡水逛了一下，这个单据特别收藏，因为有个咸蛋芝麻饼，超级好吃。我不吃咸蛋，但也吃了好几口。第3天的标题把主要的行程写了，没什么想记录的，就纯贴图。风吹得我的头发乱飞，建筑本身肉眼比照片看得壮观。这边记录了我们吃小笼包的乌龙小故事，叫了豆沙包，以为是这个，结果真的是小笼包里面放豆沙馅，太甜了，超级后悔。
这个是超级好吃的牛肉面，很香，还有自制的辣椒酱，放进去超好吃，变成辣牛肉面了。画了一个小图，纪念从台北到嘉义。去车站的路上，看到一辆巴士在宣传排球少年垃圾场对决，顺便也写了回国看完的感想。漫画真的很绝，也可能是我先看了漫画的原因。犯了点失误，第5天放了阿里山，明明是第6天才去的，用白贴纸更改。这一页就放车票，在咖啡厅拍的照片，后面是怎么能不喝咖啡呢？继续放买票的车站和阿里山的路线图。阿里山太美了，这里重放图。这里记录了小故事，买巴士票之前犹豫要买几点的。大家都同意，虽然阿里山美，但都是树，看久了就腻了，不会待太久。结果就是待太久了，太美了，一直在看，一直在拍，最后只能搭最后的火车到阿里山的巴士站，巴士已经走了，要等下一班，但还不确定有没有座位可以坐。很困的回去，吃了小笼包当晚餐。这个叫傻师傅的小笼包超级好吃，尤其是牛肉小笼包，5星级。接着才是第5天，民宿老板带我们逛了一下，超级好的老板。第7天，我们去蓝潭大学逛了一下，他们的校区有棵非常漂亮的树，然后我们去了一个意外很喜欢的昆虫博物馆，好多奇特又漂亮的昆虫，大自然好神奇，尤其是这个真的是人脸呢。第8天要回去啦，要回去上班了，贴了车票和月台，在机场吃了一碗牛肉面，因为照片太大，所以只剪了牛肉面出来，蛮喜欢这样贴的。整个手账过程用具不多，有这些贴纸，这些都是我自己画的。喜欢用这些可以表达情绪的贴纸，感觉以后想买这一类的多一些。这些是都还没贴进去的，不够位置了，然后也忘记是哪一天的了，就把它们夹在里面吧。这就是我的台湾旅行手账，简单的排版，不算多的用具，1-2天就完成了。我以前总是拖着就不写了，后来我明白，我就是不能用太多素材，不然时间都用在了设计上，拖太久我就不想写了，留给1年后的自己又在后悔怎么不去记录呢？马上就要去韩国啦，新的旅行也要记录呀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手账风格。